接下來看我哋嘅花嘅禾稈油坊呢啲第30。禾稈出題做的透過分野權化作村內，回歸農田，滋養土地以外，有的農民就利用其投棄寶石嘅特性，同樣拿起葡萄、茶葉、果葉，甚至係荷巴樹，安尼就較唔會生插錯位同湧食。另外，建設網來推廣透明乾淨嘅花動天氣，係個同禾稈嘅利用發揮到靜態。安尼，禾稈就對農業廢棄物提升到位，發展地方觀光嘅優勢。除咗講有好帶動觀光、創造經濟以外，日本下卡多年認識嘅美業生產文化、商業化同錄音站嘅報道。草太多的話不好管理啊，讓這個稻草很好用。就像同土地改皮管樣嘅，大自們同工人橋下，將規款嘅乾平鋪體翻上樹下。對啊，它這個鋪完差很多啦，差很多，就可以擋到我們大概明年的3、4月包裹完，就比較我就不用那麼忙，因為割草有時候請不到工人，叫不到工人，那你會等一拖2個禮拜，那個草又太高了。喺台北的補習班教書的大姊妹，4年前就開始又做農又教書。喺台北韓國台東的關山老木之間來來去去。不過3日就各一百錯嘅。係佢回到家鄉做農最頭拿痛嘅問題。因為也雨水多哈，那個草發動夾，差不多3個月草就完夠誒，你就要請人家砍一次。一公里多少錢呢？帶機器大概2000塊，一天2000塊，但我們又給他便當跟涼水。大概砍8個工作天，7到8個工作天一次。過年天雨水多哈，春天的時候又下雨哈，它馬上就長出來，就要再砍。大致民講，喺園內地度鋪乾平，一年都唔是個錯嘅，除咗上人工以外。佢會高風、環保，還會有微量嘅元素。安尼唔但請佢上到嘅時間同體力，對土地、對樹嘅弄清好。人家講泥土也是要呼吸然後草木共生是說，草也在行光合作用，它也在幫你把泥土的微量元素吸上來，變成可吸收的東西，那它死在這邊了，它樹就去吸收它，就加倍微量元素的釋放。磨嘅割好以後，將禾稈滾做幾款呢，再用機器製作乾平，為了唔會本禾稈變做係無用嘅農業廢棄物。對1814年開始，彭成勇就將禾稈熟悉起來，再製作乾平。大致們個人鋪嘅乾平就係對佢嘅來嘅。你冇係會出水啫呐？加擺到啲收禾稈嚟係唔會出水啫呐？你也唔得收禾稈，你啲禾稈冇話殺，就是佢收起來啊嘛。為了愛留喺家鄉嘅後生人有穩定嘅收入，彭成勇只能一日推工隊，推工嘅面積漸漸愛有200甲，用1甲要生產6噸嘅禾稈來算，一年愛割200，當年就會消化大約2400噸嘅禾稈。我就攞用機器收起來打，載到啲天空咧，機器載到天空，開始做啊，係做鵝工，而家自己個太鵝工，唔係蛇鵝工，是太鵝工。
了千呐，了千啦，系啊，啊冇呢天红地绿的武馆，咪冇法度去处理啊。將武館製作公平，雖然綠嘅價格嘅旁生用，武館無奈何去嘅困難，不過按樣嘅推廣，大量嘅利用，又係價格新嘅問題。就咧欠防塵，就係講呢風杯沙，就咧動風杯沙，啊就咧水土保持，就係種樹嘅順條，就咧唔是按到水，啊就咧種菜，就咧欠草車，希望該政府單位都會推廣啊。腐爛的時候，它就不會影響這個環境污染，稻草也腐爛，茅草也腐爛，那個原生腐爛，所以對環保也不錯。2022年嘅10月咧，台東縣政府同地方嘅民眾共下睇新5里海嘅河壩順鋪公平。卑南溪呢，因为丰枯水期的关系呢，那整个流域那有很多河床的高滩地那常常会有河川的裸露器杀死的那个状况。跟八河局合作，那我们邀请在地的一些农政单位，包含改良场，那还有农会，然后还有这边的农业机械服务协会的这个协会理事长，然后还有在地的一些农民，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做成这样子的一个铺设的一个示范动作。在今年度，我们也会去试运行这样子一个方式，希望说在未来的稻草的一个去化管道可以越来越多，而不是只有朝向焚烧的这一个途径。一年一百嘅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喺台東嘅鹿野高台鬧熱嘅開始嘅。我們將為各位好朋友們帶來8顆造型球。人客喺草坪上鋪野村嘅貼嘅，有啲草論嘅，有啲喺面論嘅，準備等愛看熱氣球飛上天。其实随着台东观光就越来越多，那游客增加，那垃圾量也相对的增加。那希望在台东就推行绿生活的方式，那希望可以用一个环保的方式，可以达到垃圾减量啊，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原来贴近自然其实很简单。睇草坪上也一件一件嘅無關件，係台東縣政府為咗推動台東全面綠生活。特別將旁生用作為，發現稻草也有再利用的價值，而不是一般只有在焚燒這個選項。我們還可以有把它做成一些佈置、一些那些裝飾，然後可以讓有更多的機會讓大家看到，其實台東的稻草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方式。老婆来帮忙就很快了，会监督啊。你無講就咱這裡就直接用分啦，嘿，它那个底下有機子啊，黑黑啊，那個廢物利用很好的材料了。將樹古來嘅無講，圓圓嘅鋪喺茶樹下，就唔會暗會生草嘅。還沒有機子，茶樹就夾個不太。最重要嘅係又唔是錢。我安尼用彈車嘅，安尼用萬年膠嘅。那就面膠咯。無用杯咯。你看人裝人都，你本來都冇嘅，你冇解啊。錯嘅鋪落去先啊。以前都唔用彈咯，用彈塑膠布嘅。塑膠布嘅不加快，因为你那个稻草有时候看它种割稻子的时间不对，我们这个是12月份种的嘛，那个时间不对的时候，你没有稻草啊，
塑胶布先铺比较快啊。工作人员3忙的要将无干件一捆一捆的炖起来，要炖出一撮太咸的米浆。不烧其实还是可以消耗的。对，只要有用对方法。对，用对方法就可以用了。无干米浆出体体化冻花几个时间，比关山下汉那多的人下来也了。汉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炖还无熟化的无干。那就配合农民来。我们这个花季的时候呢，来做一个稻草迷宫。那在稻草采收了以后呢，我们利用稻草卷出来的稻草卷呢，然后堆置在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装置艺术。譬如说江园啊，种菜的啊，还有水果区的，还有世家区的，看能不能就尽量推广，然后把这个稻草再利用。所以像所有的果树都可以啦。对。像芭乐什么也。对。而且田埂也可以再种花。除土培山，要炖一撮无干米浆，它约3000人件的无干件。同时用一甲体，它约会生产100件的无干件来算，它约做得空30-40公顷的干。从只是观光效益，一直到真正实际上农业使用，回归到大地，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能够循环利用的话，光是台东的世家园都可。关山的稻草大概就可以提供他们的使用量，所以其实如果说能够扩大更多的地方使用的话，应该是我认为是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无的割好以后，无干除了切做一段一段，大田的时间达到难度去做皮以外，其实佢还做车的来防空气污染，还那厉害的是，佢做得变做艺术品，带动地方的观光。观众朋友一定要想讲啊，样有可能。来，我哋睇到镜头，叫我来看下按样嚟做。买稻草艺术呢？对啊。刚才你冇看到咩？你肯定在做就是你要冇干，都冇干的啊。也有竹编的了。有星星呐，要做那个啊。星星要跟他换衣服啊。3月冬过起来的，干天时安好，护理农费就赶紧向农民将干摘起来。我们没有废弃物，你问我，我绝对会告诉你，我们没有废弃物。将干的循环再利用，全部打上办事做到一定好的，就是护理农费。当年在无言地度判无干艺术贵，将干的价值提高到艺术等级，在创造观光产出的时节，还做得同地方行销多外关系。希望在富里打造的就是我们的里山生活。那里山生活主要就是人类与我们的大自然社会怎么和平的共处，怎么合理化的使用我们大自然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今年要做第4季了，然后我发现我们富里有很多的老农民跟老妈妈，真的是被种田耽误的艺术家，所以我们才有办法说那个稻草艺术季办了连续4年，而且受到台湾很多游客的欢迎，包括我们的稻草艺术季也红到我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天生我材必有用，是极品上的一句话。不过，我实际做到，确实需要创意。空无法开始以后，使唔得在田下小无干，农民还个农政单位将循环再利用的想法还个创意结合起来，安尼本人头脑痛的无干，颠倒变做是下年来的观光景点。还要有传承文化、行销菜地产业的功能，所以值得变扣。唔大年的东西，未会变多，亲有价值。